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27.49，收盘价是415.8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29.60，最低价是在415.4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也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4458.11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，并且是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 快线也是方向向下，并且下穿了慢线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，而当前股价的趋势是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下跌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经过一个短暂的上行，也就是回补了由于跳空低开盘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缺口，然后呢，股价便一路是下行。那么下方呢是在415附近遇到了支撑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。那么当日的 K 线呢是生成了一根实体中红 K 线，也就是股价在当日出现了反转向下，不仅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同时也跌破了两个重要的标志位，一个是5日均线值，一个是20日均线值，尤其是跌破20日均线值。我们说股价在多头的趋势当中，如果出现回档，收盘价跌破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呢将会被瓦解。所以说呢，目前股价跌破20日均线值，日后股价如果是低开低走，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么反弹的条件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要在前低上方运行，并且要在1-2个交易日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或者是5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那么我们单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42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上行，收盘价会在448附近。而实际在6月1日收盘价是在415.88，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么我们预测的回档与实际发生的反转向下呢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，也仅仅是方向相同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反转向下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6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64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394将是一个强支撑，同时也是重要标志位。那么股价只有跌破这个位置，才有可能去测试364。当然，在到达394之前，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位，就是400整数关口。所以股价下行的要想到达第一个目标，现在有400关口和
394两个重要的支撑和标志位。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337，第三个目标是325。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如果以现在股价所处的位置，一旦跌破394呢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头低的，日后股价如果跌破394，一个空头趋势将会被建立。同时呢，股价是不能够跌破337的363的。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补充说明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453。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445是前高，这是强压力。同时还有两个重要标志位，一个是5日均线值，一个是20日均线值。其中5日均线值在6月2日将会到达430，那么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。那么股价只有在目前这个位置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么才能够继续有上行的走势，那么才有可能去到达453这个位置。那453如果被站上，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。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6月2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441，在6月1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6月2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在416这个位置，我们取整数。那日后也就是次日，股价在盘中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够有反弹的走势，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我们不排除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从而去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416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仍然持有一个4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这根 K 线，也就是5月11日，收盘价是在445这个位置。那么这40%的仓位成本价是在39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之前呢是有两次停利的，有一次停利的机会的，也就是在5月15日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这个位置是已经被停利出场了。如果是守止损位，我们一直给的是守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个仓位到目前仍然是持有的。那么到了6月1日收盘价是在415.88，股价不仅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也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因此在这个位置，这40%的多头仓位应该是立刻止损出场，也就是不仅是停利，也要止损出场。那么我们有没有可不可以去承担更大的风险去守394呢？因为我们的仓位已经达到了40%，这样的仓位呢，我们通常是不建议守这个更低的止损位的，而是守20日均线值，这样呢不至于造成过大的亏损。因为股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不是说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一旦股价跌破这个位置，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那么40%的仓位呢，这样的亏损是相当严重的。所以目前对于这40%的多头仓位，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。那么这个仓位呢，我们也将不再继续跟踪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看到
目前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430， 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，那么空头要守的就是这个位置，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94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423到424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包括前高是从429到430。第三个压力位是从441到445。第四个压力位是453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就是406，是下方的这个缺口。第二个支撑是400整数关口，第三个支撑是394，第四个支撑我们取38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6月2日我们给出的预测仍然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跌的走势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16。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缺口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405。收盘价会收在410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16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平盘的走势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1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22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17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平盘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12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平盘的走势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